每每听说叶晨要出去忙工作，而且是一出去很长时间，萧初然都会有些心疼，尤其这次听说又要去偏远的西北边。锤，于是便忍不住低声对叶晨说道：老公，要不还是别去了吧，咱们现在根本不缺钱，完全可以不这么辛苦的。叶晨还没说话，一旁的洪武便十分虔诚地恳求道：叶大师，这事儿您可千万得帮帮忙啊，我那个老大哥当年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好不容易我能帮他做点什么，您看在咱们这么长时间交情的份上，也千万不能拒绝啊。只要这次您帮他解决问题，以后在金陵您有任何事尽管言语。我洪武但凡眨一下眼都天打雷劈。萧长坤一听这话，眼睛顿时一亮。他之前一直觉得裴会长把自己从书画协会踢出来，很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洪武跟自己的这层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般紧密。以前洪武对自己多客气，那裴会长去吃饭，削尖脑袋也进不去钻石包厢，可洪武竟然主动把钻石包厢拿出来给自己用，还全场免单。就那一次，直接给裴会长整得服服帖帖。后来裴会长为什么不服帖了？怕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洪武面前的影响力已经不够大了，而自己这次之所以能够重回书画协会，靠的也是女婿叶晨在洪武面前刷了脸。人家洪武给出力了，裴会长迫于压力才又把自己给弄回去。所以在萧长坤看来，让洪武持续欠女婿叶晨的人情，就是自己能够在书画协会待下去并且越来越好的保障。于是他便主动开口道：初然，男人之间的事情，女人还是不要随便过问，人家洪先生待咱们家一向不薄，咱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人家从无二话，现在人家需要咱们帮忙了，咱们怕苦怕累，成何体统？更何况人家洪先生也说了，事主还会支付巨额酬金，这就更不应该拒绝了呀。萧初然见爸爸一脸急切，忽然意识到了爸爸这么说的根本原因。这次他能回书画协会，靠的就是洪武帮忙。理论上来说，丈夫叶晨前几天才刚欠了洪武一个人情，按照人情社会的基本逻辑，现在就到了还人情的时候了。一时间，萧初然也不知该如何开口。这时候还是叶晨打破沉默，直接把话挑明了说道：洪先生，上次我岳父的事儿多亏你帮忙，这次你有事找我帮忙，我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吧，你给我2天时间准备，2天后我过去一趟。洪武顿时激动不已地说道：太好了，叶大师，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这天底下的风水问题还没有您叶大师解决不了的。我今天晚上就给我那个老大哥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叶晨点点头道：我既然答应去了，自然会尽我所能把事情做好。洪武一脸得偿所望的样子，站起身来感激地说道：实在是太谢谢您了，叶大师，这么晚了我也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万分感谢。萧长坤赶忙道：哎呀，洪先生，不如一起喝杯茶再走啊，您好不容易来家了一趟，总不能连杯茶都没喝就走啊。洪武忙道：不喝了不喝了，本来这么晚这么就已经很打扰了，不好意思。萧长坤此时却有他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一手拉着洪武的衣袖，一手赶紧拿出一个茶杯，虽说茶汤已经有些凉了，但他还是给洪武倒了一杯，然后递到洪武手上，随后赶紧又把自己的茶杯也一并拿了起来，刚好腾出一只手，又把手机从兜里掏了出来，单手解锁打开相机，只见他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般，相机就已经打开了前置摄像头的自拍模式。随后另外一只手端着茶杯对洪武说道：来，五爷，咱俩碰个杯，我拍照留个念。洪武自然知道他的小心思，可毕竟是叶晨的老丈人，他也只能配合的点点头，与萧长坤碰了杯。为了给足他面子，另一只手还将他肩膀揽住，同时又看着镜头微微一笑。咔嚓，萧长坤捕捉到了自己和洪武碰杯微笑的瞬间，那照片勾肩搭背，推杯换盏，一看就像是2个关系莫逆的老友聚会。于是萧长坤心满意足地收起手机，对洪武说道：
五爷，您以后没事儿经常来家里坐坐，我这儿好茶好酒多的是。好好好，以后一定常来。洪武点点头，爽快答应下来，随后放下茶杯，对众人说道：行了，诸位，我就不多打扰了。萧长坤忙道：来来来，五爷，我送您出去。萧长坤把洪武送到门口，待洪武走后，他转身回到自家院子，并没有着急进去，而是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编辑了一条朋友圈。他选了刚才与洪武的那张合影，然后编辑上了一段文字：好友来家中饮茶谈天，不亦乐乎。随后按下发送。此时的裴会长正在家中跟老婆抱怨，经过了在萧长坤身上的弄巧成拙，他自身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卡死。对此，他心里一直对出谋划策的老婆耿耿于怀。虽说老婆后来在亡羊补牢的阶段算是将功赎罪，但从结果来看，自然还是过大于功。所以裴会长几乎每天都会跟老婆抱怨几句，排解一下心中苦闷和不爽。他老婆也知道自己当初给他出了个馊主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每当裴会长抱怨，他都只能默默承受。裴会长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之前的事情，手上无所事事地刷着朋友圈。忽然刷到了萧长坤刚发出来的朋友圈，一看到洪武竟然去了萧长坤家里，和萧长坤勾肩搭背拍合影，他心里立刻涌上一股邪火，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摔，指着老婆就开骂：败家娘们儿，你他妈之前老说萧长坤不行了，洪武爷不管他死活了，你看看现在，洪武主动去萧长坤家里喝茶，俩人好的跟一个娘生的似的，真是瞎了你的狗眼。老婆忽然被骂，心里自然也是憋屈不已，但也不管还嘴，赶紧拿起裴会长的手机看了看，这一看，属实是后悔不已，不禁感叹：我还是天真的，我以为只有男人跟女人之间才会偶尔冷战怄气，今天好，明天坏，没想到男人和男人也是一样。当时洪五爷跟你说不管萧长坤的事，估计就是一时在气头上说的气话，我当时觉得他俩肯定彻底闹掰了，但万没想到人家就像是情侣，床头吵架床尾和，一旦人家和好，咱们就麻烦了。裴会长见他这么主动坦诚地说出了他的错误，心里的气也消了不少。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虽然心里对其有很多的不满甚至委屈，但只要对方能主动认错，主动反思，这气也就能消掉大半。怕就怕那种明知自己犯了错还死鸭子嘴硬的货，一张嘴就我没错，我何错之有，错的是别人，错的是这个世界。一旦遇到这种，星星之火也会被气成火山爆发。消了气的裴会长看着老婆，认真道：你说的对，咱们当时就是被这种假设给误导了，都觉得洪五爷生气了，萧长坤就不用咱们费力保着了，但忽略了人家生气也只是一时的。其实那个时候，如果即便洪五爷对萧长坤不满意了，我还拼命把萧长坤保下来，现在萧长坤和洪五爷心里除了对我应有的感谢之外，可能会更高看我几眼。老婆点点头，感叹道：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少，咱们这次吸取经验教训，以后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断拉拢萧长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早晚有一天他会对我们放下隔阂，那个时候说不定他还能让洪五爷帮忙，让你再上一层。你说的对。裴会长重重点头，认真道：我还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就全看萧长坤了。与此同时，汤臣一品，萧初然知道，既然叶晨答应下了洪武的请求，就预示着叶晨至少要离家10天半月，于是便对叶晨说道：老公，明天咱俩去逛逛街吧，给你买些新衣服带着，咱们这都已经很冷了，西北怕是更冷得多，得给你买2件加厚的羽绒服。叶晨笑道：好媳妇，你就不用专门给我买厚衣服了，到了那边我就直接弄一件劳保绿大衣，他们矿山上肯定特别多，别管是哪国进口的羽绒服，也没有那个穿着暖和瓷实。萧初然道：你去山里给人家看风水，免不了要爬山涉水的，本来那地方就冷得很，上了山怕是更冷，
而且越是这样，穿戴的装备越要轻便些才是啊。叶晨摆摆手，老婆，我的身体素质你尽管放心，不会累到冻到的。再说我明天还得去准备一些看风水和破风水需要的东西，毕竟后天就要走了，逛街买衣服怕是来不及。萧初然道，不要紧的，你忙你的，我去帮你买就好。一旁的萧长坤正看着自己不停被大量好友点赞的朋友圈，激动不已。看到裴会长给自己点赞不说，还连发了10几个竖大拇指的表情，他心中更是喜不自胜，赶紧附和着萧初然对叶晨说道，就是啊，好女婿，你忙你的，让初然去给你买就行。说着他非常感慨地说道，好女婿，洪五爷看来还是很给你面子的，你跟洪五爷把关系搞好，我将来重新回到常务副会长位子的机会就大得多，爸的仕途可就靠你了。